这个星期，台股连续2天下跌，跌破了45000点。同一段时间，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自7月底以来单日最惨的一次下跌。大家第一时间抓到的解释是总体经济、公债殖利率飙高、油价上涨。这是真的，我们等一下会讲。但同一个星期中间，还有一份财经报道出炉，我认为它更重要，却得到少得多的关注。全世界9家最大的科技公司已经承诺了大约3兆美元跟 AI 有关的义务，这些义务不会以正常支出的样子出现在账上。那是他们过去1年实际揭露支出的5倍。今天要讲这个数字是怎么堆出来的，已经有谁在赌它会出问题，还有它能告诉我们什么，不能告诉我们什么。以下都不是投资建议。我们开始。先看原始数字，因为它们很直接，值得先摊开来看。18号，台股加权指数收跌548点，收在45308点。隔一天，再跌589点，收在44719点，跌破了45000点这个关卡。2天连续收黑。同一个18号，费城半导体指数，那个所有人都在看的晶片股指标，单日重挫将近 5%， 是自7月29号以来最惨的一次。台积电、美光、英特尔也同步走跌。所以这不是单一国家的局部震荡，它是在同样48小时内跨市场一起动的。第一个，也是最快浮上来的解释，是纯粹的总体经济因素。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攀升到接近20年新高。同一时间，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，把油价推破了每桶85美元。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，就是教科书等级的担忧，能源成本上升会推升通膨，而长天期殖利率走高，代表利率可能会维持在高档更久。成长股，而晶片股正是成长股里最典型的那种，在这种恐惧出现时，重新定价的幅度往往最凶。这是最直接的触发点，而且是真实的。但这也是那种每次市场下跌都会被重复的解释，它没有告诉你为什么特别是晶片股，为什么特别是这一周。要回答那个问题，得看同一时间还有什么被公布出来。接下来这份报道，我认为它应得的关注远比实际得到的多。华尔街日报分析了9家最大科技公司的最新证券申报文件 ，Amazon、Alphabet、Meta、Oracle、NVIDIA、Broadcom、SpaceX、AMD 还有 Microsoft。这9家公司加起来承诺了大约3兆美元跟 AI 有关的义务，坐落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之外。换算一下，这大约是他们过去1年实际揭露的传统资本支出6000亿美元的5倍。把那3兆美元拆开来看，大约 1.2 兆是未启用的租约承诺，已经签下但还没开始运作的机房空间，光这一项就大约是1年前的4倍。剩下的 1.9 兆是采购承诺，硬体、晶片、能源、机房容量已经签约但还没交付。个别来看， Alphabet 揭露到6月为止的总承诺金额是8110亿美元。Meta 光是未启用的租约义务就是3470亿。而关键是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，这些合约大多被形容为很难取消，这正是让它变成一个真实、有拘束力的数字，而不是假设性数字的原因。这不只是一个会计上的趣闻，已经有真金白银在赌它会出问题，而且赌得很大。投资人 Michael Burry已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正确放空房市闻名，已经对 NVIDIA、Palantir、Oracle、Micron 等一系列跟 AI 有关的股票建立了买权以外的放空部位。这些空头部位据报道占了他基金组合大约 80%， 规模约11亿美元。他的核心论点直接接上我们刚刚讲的那件事，他认为目前 AI 需求里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真正的终端使用者，而是靠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安排撑着，
就是跟那3兆美元里同一类的义务。他的说法是，当债务在这整个生态系里流动的资本中占比越来越高，这就等于替这个泡沫上了一个时钟。这是他的论点，不是事实，也值得记住，就算是知名的放空者，有时候也会太早进场，或者根本就是错的。在这件事被讲得比他实际情况更大之前，有4件事值得讲精确。第一，这星期抛售的直接触发是公债殖利率跟油价的变动，不是那篇3兆美元的报道。这2件事刚好落在同一个星期，情绪上有关联，但把它们讲成直接因果，会夸大它们实际的关联程度。第二，表外承诺不是违法或造假。这是一个已知的标准的会计科目，租约跟采购承诺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揭露的。这里的担忧在于不透明跟速度，不是有人做错了什么。第三，用租的而不是直接买下机房容量，在这个产业里完全正常。新的地方是规模跟成长速度，1年4倍，不是这个做法本身。第四， Michael Burry 的部位是他自己的判断，不是市场的共识。他过去也曾经太早进场过，而在一场危机里判断正确，不保证在下一场也一样正确。把他的赌注当成众多有见地的意见之一，不是一个定论。这件事接上了我们这整个月一直在拉的一条线，我想直接把它讲出来。13号那一集，我们讲过支撑5000亿美元融资的 GPU 是用2到3年的周期在贬值，而背后的贷款却是照10年、20年的天期在架构。17号那一集，我们看了 Anthropic 账面上的获利，发现那一季3个月里，有2个月的算力账单底下藏着折扣。今天则是同一个问题的第3种变形，公司揭露出来的资本支出头条数字是真的，但根据这份报道，它只是实际摊在桌上的总义务里的一小部分，大约1/5。这3个故事单独拿出来都不足以证明有泡沫，但它们的形状是一样的，你被展示的那个数字跟真正描述风险的那个数字，一次又一次的被发现是不同的数字。那个落差，而不是任何单一季度的涨跌，才是值得持续盯着的东西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只记一个数字，9家公司，3兆美元，是官方揭露支出的5倍。这星期的抛售是被公债殖利率跟油价触发的，这部分很直接。比较不直接，也值得盯的比任何单一个下跌日更久的，是这个产业真正的财务风险，有多少至今还不在你正在读的那一页上。本集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订阅 AI 每日新闻，我们明天见。